工具装越多，生产力反而越低。这不是废话，这是真的发生在大多数 AI 用户身上的事。研究显示，人类的决策疲劳在选项超过7个之后就开始劣化，而你的 Cloud Skills 资料夹里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工具，每次打开都是一场我到底有什么的记忆考试。结果是你永远只用那3、4个你记得住的，剩下的功能全部烂在硬碟里。我的解法很简单，就是做一个面板 dashboard， 把所有的技能武器摊在眼前。从此我的工作流程是：有任务，打开面板，搜寻、确认、复制、执行，不靠记忆，不靠感觉。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来分享我的这种工作流，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以后肯定也会再迭代更新。但对于一个喜欢收集或自行建立 skill 的人而言，这目前真的不失为一个一目了然的好方法。如果你用过 Cloud Code， 你可能知道可以直接在对话框输入指令来触发特定任务。这个背后的机制叫做 Agent Skills 代理人技能。每一个 skill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份写好的任务说明书，告诉 AI 这个任务的逻辑是什么，要怎么做，要注意什么。例如，你只要输入 SEO Audit，AI 就会按照那份说明书的完整逻辑帮你跑 SEO 集合，不用你每次重新解释任务，不用担心它自由发挥跑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用的工作流程，也就是我们把自己储存或是收集或是自己建立好的 skills 全部融入到一个我们自己建的管理面板里。因为如果我们让 AI 自己去寻找自己需要用的技能，它可能每一次都要大幅扫描大量的技能，不仅消耗 tokens， 让你的 API 费用变得比较高，或者是消耗你的额度，它有时候也未必能够搜寻到最符合你需求的技能。那作为 AI 用户，我们都是这些工具的总指挥，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自己手上有哪些技能武器可以使用，而且要做最后的统筹者，而不是躺在那里的昏君。我觉得建立起这个技能面板后，我能够使用技能的效率变更高了。就像这个技能面板，我要求 Cloud 把我所有的技能都上了一些标签，例如图像设计，或者是上下文管理、资料、财务、研究分析、开发工具、行销策略，或者是法律合约等等。这些你都可以要求它额外帮你做一些标签，并且分门别类。比如法律合约的标签下就装了13笔，每一个技能里面点选展开说明，里面就是它原本的技能叙述。因为我们有时候创作影片或者是写网络贴文的时候呢，大部分会需要用到文字的输出，所以我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上面多建了几个框架。比如输入任务，它可以根据我所选的文案风格跟核心诉求还有目标平台。那举例来说，我现在想要请他帮我生成一个短文，假设我现在想要提供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我等下要给他一个实际的脚本做替代，根据脚本生成适合的贴文，用反差钩子选择涨粉加充流量，目标平台我选择 IG， 在下面的 skills 里面呢，我从上面的标签选择，比如内容创作，我选择这个病毒生成器建构，我就按复制。到了这里我们贴上来，可以看到它就把我这个 skill， 就是刚那个 viral generator builder 放在第一行，以便于触发我们所需要的 skill。 我的给它的任务主题是根据脚本生成适合贴文，这就是刚才我在这里输入的文案方格指令呢。我刚刚是选择反差钩子跟涨粉冲流量，所以它这边也都帮我带进来了。目标平台是我刚刚选的 IG， 接下来我就把我的脚本贴在下面送出，这个就是他刚才给我的 IG 贴文范例。那因为这个是我把影片的脚本传给他，让他来帮我写文字化的版本，所以他把它转变成了一个 IG 的贴文。这个是惊喜开箱版，我觉得他写的还不错。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我个人平时会用到的使用情境，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境去构建出不同的输入板块，因为这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从此以后我就没有选择障碍，因为我可以从每一个 skills 里面的简短叙述快速找到我这次需要使用的技能有哪些。除了技能库以外，我还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内容创作者可能会常需要用到文案，所以我把需要用的一些内容参考结构也都把它放在一起，
让我可以每一次都快速的根据不同的文案结构寻找，或者是根据我的使用情境来寻找。比如说我要做广告文案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一个 icon， 它这边会先带入 PAS， 那就用这个内容模板作为建议的架构。我也有根据自己的工作流程，请他帮我建4个不同的内容产出流程，每一个产出流程里面都会包含不同的 skills， 最后我再请他全部打包在一个工作流里面。那比如说我的法律合约这边就包含了非常多的技能，我包含 legal review、legal risk、legal claim、legal negotiate、legal compare， 还有 legal report， 这分别就是6种不同的技能，把不同的技能串在一起变成一个工作流程，再把这个工作流程呢，请 AI 帮我们打包在一起，方便我们以后按布置，就直接把这个工作流程丢给他，请他照这个工作流程跑。我现在想要试着使用法律合约这个技能，那这个技能我点选了这个标签之后，下面就会出现13笔技能，那每一个技能都有它特殊的作用，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执行单一技能。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请他直接帮我跑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我现在就点选这个法律合约的工作流程，里面就包含了这6个技能。第一部分我要他先帮我找清楚我现在的使用情境管辖范围有哪些，让他请他帮我做内容全面的审查，进行风险分析，然后再做白话文的翻译，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听不太懂法律的条款，然后做一些准备谈判的切入点，最后再生成最后的报告。我也请他把整个工作流程全部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一键复制。不过这个一键复制大部分我们都用不到，因为它已经本来就存在我们的本机电脑里面了。那我现在想要请他用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在我的电脑档名里面叫做 Legal Workflow， 那我们就先开一个新的全新对话框，我复制这个工作流，我要请他帮我审查一个租房子的合约，我请他按照我们特定档案位置下面的工作流来跑这个过程，他就会根据我的工作流第一步先判断法令的管辖范围，他想要确认我到底是乙方还是甲方，因为这会影响到谈判建议的角度，他就先给了我一个可以适用分析的法令，有民法，有住宅租贷条例，有消保法令，有消费者保护法、租屋市场透明化管理条例、所得税、房屋条例等等，还有内政部公告的住宅租贷定型化契约不可以记载以及应记载的事项，他都帮我们找好了。然后还有租屋补贴，他也放在这里了，他就直接带入了第一步和第二步走。他就说我这份合约的雷点非常多，在100分的评分系统里面只有22分，高风险的他帮我们列出来了7条，比如说电费计价，房东可以随时调整，然后延迟缴租金的话会被罚款，修缮全部是由租客来负担，这也不对哦。还有一些就是租屋族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这些都是租屋常见的问题，他都帮我们找出来，但因为这是范本，所以我有事先融合很多常见的雷点在这份范例里面，他就帮我们一条一条的抓出来了。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点出来一些风险，比如说房东他不可以随时进入你的租屋处，可是涉及人身安全隐私哦。那还有禁止申请租金补贴，因为有很多房东他是拿着租金来威胁租客，如果租客有去申请租金补贴的话，等于是揭露了房东有额外收益的事实，他就会在你的租金上面做上涨，他就给我们一个白话文的白话版，每个月交钱，迟到1天多收1000，电费甲方说了算，坏了全部由租客修，可以随时拿钥匙进租客家，不可以换锁，他写得很白话，给了我们一个谈判的建议。像这样的工作流，以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非常耗时间，甚至可能还要去查东查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 skills 这些技能全部都内建好，我们完全可以使用 AI agent 来帮我们做整套的把关。建立这种技能面板最快的方式就是出一张嘴，让 Claude Code 帮你做。首先，直接在 Antigravity 或是 VS Code 里，直接在 Claude Code 的输入框中输入以下指令，帮我在资料夹建立一个 Skills Dashboard 专案，用 React 加 Vite 加 TypeScript 加 Tailwind CSS， Port 固定在5175。当然，
这个5175只是举例，你可以指定任何 port， 固定只是为了方便日后统一在本机电脑上用同一个网址即可查看使用。第二步，让 Claude 写扫描脚本，也就是让 AI 写一个自动读取所有 skills 资讯的脚本。继续在 Claude Code 输入，帮我写一个 Node.js 脚本，自动扫描 Claude Skills 资料夹里所有的 skill and 读取每个 skill 的名称和说明，存成 public skills data。第三步，让 AI 生成一个使用界面，继续输入指令，帮我做一个 skills dashboard 界面。需要1搜寻框，可以用关键字搜寻 skill 名称和说明。2分类筛选，按照 SEO、社群、影片、开发等类别过滤。3每个 skill 的卡片显示名称和说明。4一键复制按钮，复制 skill 名称指令格式。最后让 AI 跑完相关设定，你就能用浏览器开启 localhost 5175，看见属于自己的专用 skill 中控面板咯。Skills Dashboard 的真正价值不只是找工具，而是帮你建立主动决策的习惯。你会开始问自己，这个任务哪个 skill 最适合？有没有2-3个类似的 skill 可以同时试？比较结果，这次的结果哪里好，哪里不够，下次要怎么调整？你不需要是工程师，但你得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使用者。你现在手上有几个 Claude Skills？ 留言告诉我哦。如果对 Claude Code 有兴趣，还可以观看我们之前的相关影片。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我们下次见。